比尔·波特，著名汉学家、翻译家。1980年代末，他带着摄影师三上终南山，寻访了30多位现存的影视。他将这段旅程写成空谷幽兰，不仅在西方掀起了影视热潮，也让中国人重新认识被遗忘的影视传统。如今，年过80旬的比尔第25次来到中国，独自旅行近8000公里。他们是搞错了，当影视只是修行，他们不懂修行是什么。今天这里很冷，那我把冬天就把它放上去，重新读起来，它就不会。你可以 back to the land。60年代、70年代，很多美国年轻的人也是这样子，可是这不是修行人，一定要先修行那个儒家的方法，或是道教的、佛教的，他们过不了第一个冬天。一定要工作，过这个生活呀。那个钱从哪里来的？那个饭从哪里来的？你也有父母亲，要帮忙他们。你不是一个人，你在一个社会，你心不快乐，这是不好。可是有很多工作会使你快乐，你要找到你自己喜欢的。我写书，翻译佛经，翻译是个快3000的时候，我住在一个小乡村，很少看到人，有时候会看到老鹰或是鸟，没有social media，没有用手机，我还写信，每天早上打坐写书，中午去海边走路 ，clear the mind， 把心弄清了。都陶渊明的诗里面它是乞食 ，beg for food， 所以如果你要过朴素的生活，当然是辛苦的，不是简单的。1940年代，比尔·波特生于一个巨富家庭，父亲曾是掌管美国52家酒店的大企业家，他的同学里有人是玛丽莲·梦露的继子。中学期间，他的父亲破产，他却感到如释重负。我有烦恼，可是比较少。在美国翻译那个佛经，没有人买我的书，我比较穷，要在一个面包店工作，还有送菜的，还是钱不够。美国给我一个卡片，每个月给我300块美金。96年我欠信用卡32000块，99年欠了2万4。突然香港的政府管理旅游的打电话给我，可不可以回来做20个节目？你要多少钱？我告诉他们，你可以付多少？他也付清了。我当然可以去找一个工作，可是这会伤害自己的心。我不是一个上班的人，太多限制的，我受不了这个。也就是乱讲，我没有碰到一个有钱的人在山里面。中国文化的英雄不是有钱的人。如果你要赚钱，你会碰到别人在赚钱，大家都要赚钱。Take advantage of others， 一直有这个习惯，你已经忘掉你为什么要赚钱。目标就是没有目标，修行变成一个东西，那是一个妄想。每天打坐，用功过生活，这是禅开始的时候，禅变成你生活就是禅。我应该是当做一个快乐的人，可是其实不是，因为我看那么多人辛苦，你看一个国家进了另外一个国家，人类没有改进了。最好的方法是学打坐、呼吸。有一种打坐方法叫 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， 上班的时候就是1分钟呼吸，因为我们生的时候从呼吸开始，要回到这个源头。如果你找到自己，你会发现那个自己没有了。